夏柳青，你难道看不出我现在满身杀气吗？哎呦，你别逗我，你想笑死我吗？你不管我，我都快玩完了。你哪儿有冒杀气？你在冒杀气呢！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是个是非善恶颠倒的混蛋，我宰了也白宰。我确实是，可我懂是非，也能辨善恶。我只是选择了恶而已。虽然不知道你脑子里进了什么水，在我这儿比比划划的，你呀，良善的小兔子。你说谁是兔子？豺狼吃人，腹内饥饿而已，从不用心理建设。你，望爷，你们什么时候到的？就他说你冒傻气那会儿，紧张的都没发现我们。闭嘴！望爷，你看着，我这就处理了夏柳青。算了吧，先给他止血，一会儿押着他一起过去。可以啊，兔子杀手搞定了夏柳青。滚蛋！有多远滚多远！你们处理了几个？啊，您要是不拦着，我就处理夏柳青了，其他人就……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难过呀。尸魔、吕梁，最前面的丁道安，交过手，肯定比夏柳青给力。望爷，这丁道安、夏柳青，我让他活着，他死活关我什么事？金凤婆婆呢？哎，小妮儿啊，话是没错，可你这么说，我很没面子啊。而且你这个小屁孩，老想着借我的金凤干啥？跟我提好几回了。早听说当年全县恶人堆里有个从不作恶的姑娘，还把凶灵夏柳青收拾得服服帖帖。这么有趣的婆婆，我当然想见见。他们说的那个金凤从这里穿过去了，望爷赶快吧，要不然那几个家伙真没准能闯到堂冢去。不急，不急，那是咱唐门圣地啊！望爷，这帮人到底为什么要闯堂冢啊？在外人看，那不就是一个墓地吗？到了再说吧。事已至此，同是唐门，我不相信他们会任由外人在堂冢胡来。同是唐门，您这意思，堂冢里已经有人了？他们是谁啊？二位，我可过去了。走！这别管那么多，快走！现在就算是陷阱，也只能向前了。那是，我没看错吧？那是。少见了，几位。唐瑶、唐宇，刚才那几个外来人呢？过去了。过去了？你们就这么放他们过去了？唐宇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这些年你们去哪儿了？我不管你们干嘛去了，放过那些外人擅闯堂冢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给我解释清楚！我解释不清楚，我只是被交代了，这是咱们唐门圣地，不适合大动干戈。他们不行，你们也不行。想知道怎么回事，一起来吧。这就是堂冢吗？
老米、红红五子，你们怎么都在？这是……已经没我们的事了，看着吧。输了。金凤婆婆，你和你的全姓同伙擅闯我唐门，我们抓住你也没怎么为难你吧？现在又擅闯我唐门圣地，得寸进尺了吧？唐门长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们不对，走到这一步，就是被你的门人杀掉，我也毫无怨言。但我无论如何都想见见那位当年的36贼之一，你们唐门中人许昕。想见我师弟？你们全姓就是这样，你想怎样就怎样，别人如何你们从不关心。都说金凤婆婆你和其他全姓不一样，有什么不一样？张楚岚，你又是怎么回事？明白了，唐门长，我们所有人都被你利用了。唐门长，能被你利用，我很荣幸。我当然是来制止金凤婆婆和全姓这种胡来的行为的。哎呀，是我们小孩子无能，一路上奋力阻止，却依然没能拦住金凤婆婆。睁着眼说瞎话呀！这就是张怀义的孙子。现在不好办呐。当年我们可是号称处理了36贼名单上的门人，现在要么是我这师弟真死了，要么是你们死在这儿，我得灭口啊。您说的有道理，不过您看在我们确实替您出过力的份上，就饶了我们吧。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您这位师弟不用死，金凤婆婆也不用死，咱们走第3条路。哦，咱们让这位许爷爷活过来，让他重见天日。让我这位师弟活过来？好大的口气！你算老几呀，张楚岚？嗨，我老几都不算，但这个方向皆大欢喜，咱们争取争取嘛。您等等哈。哎，好嘞。嘿嘿。您都知道了，现在我很为难呐。本来我这位师弟就这么一生困死在冢里也无妨，现在全姓这么一闹，您说我怎么办？嗨，全姓这帮人，可恶！反过来，唐门长您的心胸，您的识大体，可佩。当年唐门的处境，我非常理解。一边是那种特殊环境，一边是同门之情，做出这样的抉择，可叹可敬。感谢您的理解。那您看现在这事我该怎么处理呢？别，您不用问我没有资格给您建议，我只代表公司说说我的态度吧。对您这位隐遁了几十年的师弟，我没有看法，之后怎么安排，只要不违背国法，都是您唐门的事。至于擅闯唐冢的人呢，在我眼里只有行为，没有流派。这行为着实可恶，该罚该治，但会考量前因后果。至于您担心的关于您这位师弟消息走漏问题，我倒是有点发言权。不管他当年做了什么，也不管当年大伙的处理手段是否过激，这事儿在当年就已经了了。到今天，我不许有人再借这件事兴风作浪。对所有人，公司的态度都一样，谁搞事，我搞谁。明白。好算盘呐，门长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动的心思，打算放了那个混蛋？话可别乱说呀，师弟，这都是被全姓妖人逼迫的无奈之举。这些话留着糊弄外人去吧。
纵容权姓大闹唐门，你打算怎么向这些一直以来信任你的门人交代？这就是你作为门长守护唐门的方式吗？放心，会有交代的，都会有的。这位小朋友是丁岛安、梁豪杰、久仰、师魔，还有那个吕梁也来了呀！太好了，屠军房，我问你，这个吕梁跟我的那些门人一样，是被你引出了三尸吧？但是吕梁所展现的三尸可不一样啊，不但不会给他带来困扰，还很好用呢。你别看我，你这又不是多大秘密。你不来，我也会找到你。其他人我不管。你要想活着出去，那就让我门人的三尸变成吕梁和你那样。哼，确实能做到，不过这可未必是好事。吕梁会接受我的能力有他自己的原因。我个人的建议，三尸这东西嘛，还是靠自己搞定的好。你们三魔派的历史我清楚，我当然知道自己解决比较好。贪嗔痴，这三魔到我这个年纪也没办法消除，那些门人怎么办？我管他们一辈子。如果他们接受你的能力，你必须全力帮他们。可以，直到屠军坊解决前，你们这些权姓全都得留在这里。接下来是你们几个。这边是一位你们的前辈，当年的36贼之一，也是现在世上唯一掌握丹氏的人。丹氏？这世上真的有人会那个？36贼是什么？这些年你们身边的这些内门同门哪儿也没去，他们一直跟着这位前辈修习丹氏。瑶儿，这些年你们一直都在这冢里。哎，灿和英杰也好几年没见了，咋没在这儿？听风、关海两位爷也是啊，隐退了。稍后我会向全体门人介绍，你们先来见见这位许昕前辈。唐门长，您先别急着把我们全县和唐门的账清了，也许我们对唐门的冒犯还没有结束。哦，丁岛安，你这是？我来唐门，主要是为了救婆婆，次要目的嘛，想领教一下36贼的风采。啊！丁岛安，你小子果然也没憋好屁。这就是丁岛安，我不管你是2豪杰还是几豪杰，别在这个时候给我出幺蛾子。哎呀，小丁儿啊，就快皆大欢喜了，你来这么一出，你是真想把我往死里坑啊？你们是皆大欢喜了，我呢，就让我一个人白跑一趟吗？我打听过了，听说这世上唐门之外没人见过丹氏，因为见过的人都死了。我的诉求很简单，让我见识下丹氏吧。师弟，没事的，师兄。小伙子，他们说，论打架，你是天下第2人，对吗？对。他们还说，你小子品性也不错，可是却和全姓的妖人混在一起，图什么呀？我就是想要点安全感。哦，您是老前辈，我又强人所难，非得跟您讨教，所以您问起来呢，我就跟您掏掏心窝子。从很小的时候，我就总是感到不安，我太弱小了，一块石头可以伤害我，一块玻璃也能，一场病魔也能。这世上的一切，只要在合适的时机，以合适的方式出现，都能够伤害我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太弱小，所以我拼命锻炼，我尽可能让自己变得强大。每强大一点，那些能够威胁到我的就少了一分，我离得到心界上的平安也就更进一步。随着长大，那些天灾之类的不可抗力带来的威胁，我都试了。我把目标转向为同等条件下的个体，
那就是人。我想超越所有威胁，成为最强，天下第一。不，我要的不是竞技意义上的第一。只要还有人能跟我较量，那就不是我想要的境界。我想要这世上不再有个体能对我产生威胁的那种强大，或许那样就能消灭一直以来伴随我的不安全感。要实现这一点，我需要质量足够高的真正威胁。但反过来，这条路越接近终点，有资格成为考验的对手也就越少。或许因为我人还不错，那些人也都不再愿意对我动真格了，所以我加入了全信。这下，那些威胁我的人，都有了对我全力出手的理由。你有没有感觉，全信这帮混蛋，有时候挺好用的？是啊，这么多年，我也是才发现的。听懂了，这么回事啊？这么上进的小子，弄得我还真不好意思给你打击了。没关系，不久前，我刚遭受到40多年来最大的失败，彻底的溃败。我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自己彻底失败时的心态，却没想到真的被那位击溃时，感受到的却是狂喜。曾几何时，我对这条路的尽头只有缥缈的想象，如今终于看到了一个实体，那背后就是终点。终点太过遥远，但不急不躁，一步一步走，总有一天我会走到那里。来吧，许前辈，请出题。这次安排的考题是单式。直觉？什么直觉？那是门里的直觉。门里？咱们门里？他也是天师府啊？不，各个门派都有自己的直觉。他左手这个叫灵官指，是道门的直觉。这家伙也懂法术。几分钟了，2个人都没有动作，不能眨眼，不能眨眼，一瞬间都不能错过。没想到真的有机会见到号称已经失传的唐门绝技单式。内修法门，观。世上内修总结起来只有一个字：看。但看法不同，会导致结果有本质上的差别。这正是诸多流派的由来。有的以身为国，让神识如圣王般以无为之态照看全国，得清净；有的试图看出身边每样事物所蕴含之理，得世间治理。我修习的这观法，是让神识集中于一个对象，称为定。通过照定这个对象，反过来提升自己的观力。观力越深，定力就越强，我看得越透。最终能得到的能力是看破。目前我还做不到看破，但能看那些常人看不到的东西。先天一气活泼自然，这不停发散变化的生机就叫做气氛。来吧，徐熙，现在的我只能看到你，单是出手必定隐秘，你任何一个微小的变化，我也不会漏掉的。能感受到吗？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？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。来了，和张志伟迥然不同的气氛，但这个威胁感，如果张志伟的气氛就像天灾，除了令人绝望外，却感受不到任何情绪，你就是地地道道的人祸。这到底是什么情绪？到底是什么气氛？这是怎样扭曲的胁迫感？没有了，一瞬间什么气氛都没有了。但是，他还活着，他走过来了。
动都别动！别动，千万别动，我还没撤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不知道，只看到丁道安升起了遁光。遁光？一些道门的法术，护体遁光。他捏出灵官诀，就是为了增强遁光的效果。有人说遁光就是如今金光咒的原型，虽然没有金光咒的各种变化，但是单就护体来说，不会比金光咒差多少。那他现在是？有好多小丁丁在他周围啊，咋个说呢？就像旋到半空中的雨滴，他被卡到了。瑶啊，这什么情况啊？但是呢，而且许昕前辈这水平，就这样的瞬间，别说我鱼儿都不如。要不是丁道安留手，前辈就交代了。这就是丁道安呐，真想碰碰。前辈就这个水平。可能是之前的威压，丁道安虽然一开始就手下留情，但还是用出了能破坏前辈进攻的架势。他应该知道丹氏属于气毒类，用类似劈空掌的招式来攻击，并且架起了护身的手段，双保险。攻击接触前辈身体的一瞬，他察觉到了以前辈的实力根本接不下他的一击，但他居然能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卸掉了攻击力道，便退为轻脱。丁道安算是救了前辈一命，同时也救了他自己。这小子也太快了！如果不是他把我轻送了出去，在我停下丹氏之前就被解决了。小伙子，把遁光散了吧。现在能察觉到吗？在他挥出那一击的时候，已经隐约察觉到了。平平无奇的刺激，却让我感到恐惧。这一击我躲过了，但那个隐约被我捕捉到的东西，却被他弹在了遁光之上，并且轻易地穿过了遁光。不，应该说吞噬更准确。而且我的周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许昕布下了这东西。如果我继续追击，自己就会撞到这些东西上面。现在冷静下来，把官力定在那个位置的话，隐约能看到，没有颜色、气味，也没有固定的形态，就那么悬浮在空中。这就是丹氏，可以动了。小伙子，用不着气馁。我从19岁被关在这里赎罪，唐门的其他功夫没有资格再练，这丹氏是我唯一的功课。毕竟替唐门传续绝学也是我赎罪的方式。所以虽然我本人很弱，但我丹氏的水平可不是盖的。就算杨烈师兄复生，但这一手他可比不了我。没有，您多心了。在最后的一瞬，您把打进我遁光的丹氏停了下来，那就说明，一旦中了我就完蛋了吧？嘿嘿，反正我是救不了你。那我是又捡了一条命啊！大好事啊！有什么可气馁的？我是在合计怎么解丹氏这道题。继续从官吏入手是条路子，最终是可以看破丹氏的存在。不过要是丹氏配合那个枯木一样的身法，只有官吏就不够了。到底是终极的暗杀技，收获颇多，问题也颇大，我得消化消化去。打扰您了。还有各位，打扰了，我完事了，你们继续。不知道老衲会怎么对付，要不找天师请教请教去，反正也挨揍了，算是认识了。各位唐门门人听着，这就是你们昔日的唐门前辈，也是在我卸去唐门门长之后，你们的新门长唐鑫。啥噻？啊？唐鑫，新门长，唐鑫，这么乱，怎么回事？刚才不是都叫他许昕吗？这样啊，
这位唐门前辈的娘家是内门。以前爸妈一打架，我妈就要拉着我离家出走，还总让我跟她改姓唐。我开始以为她在说着玩，后来发现离家是气话，但改姓却不是玩笑。在他们结婚前就说好了，我加入唐门后可以凭自己的意愿去选择跟谁姓。后来我从爷爷那儿知道了原因，爷爷不是练气的料，他把希望寄托在我爸身上。可我爸也不擅长，直到我爸和身为内门的母亲结婚，爷爷才稍微满足了一点。也正是因为这次婚姻，爷爷了解到唐门的一个传统，外姓或外门男性迎娶内门女性时，他们的子女之后可以通过改姓唐进入内门，这是数百年前内门给自己留下的一个后门。所以说嘛，这位前辈大概跟我一样，娘家是内门人。唐妙心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为了设计释放这个唐门败类，你背着我和门人勾结权姓，任他们擅闯禁地。这笔账我先不跟你算。刚才你说什么？没听清，再说一遍。我叫大伙儿来见见新门长。在场的外门弟子听令，你们马上护送这些外人离开唐门。另外，通知所有在老校区的外门弟子速到唐冢。张楚岚、夏柳青，这里没你们的事了，赶紧离开。王爷，没有门长的命令，唐冢就说门长已经死了，庄里只有唐门的叛徒，叫他们来评判。在场的内门弟子听令。是。无论发生什么，你们也不能对同门出手。但如果公司和全姓的这些客人胆敢踏出唐冢一步，格杀勿论。唐妙心什么意思啊？他不是在针对我们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给我说清楚。很简单，如果非要在唐冢胡闹的话，咱们同门厮杀愧对列祖列宗。师弟，咱们杀外人。唐妙心，为什么？到底是为什么？你做的这一切？秋山，唐秋山，虽然你也姓唐，但你心里有杆秤的，一贯端端平的。为什么？他到底是怎么了？别急，都说了，所有的事对所有的人，我会一样一样都给你们一个交代的。全姓这些人的事，我已经尽力周旋了。公司的小朋友们也出了不少力啊，而且托你们的福，唐新师弟重见天日，看来也不是问题了。你们几个小家伙，目前在咱们唐门也都是好手了。我这张师弟肯定让你们不要留手了吧？怎么样，真正厮杀的感觉？不管你们从这次收获什么，察觉了什么，唐门的前辈之后一定会和你们一起解决那些不足。急不来，算下来麻烦都差不多解决了。现在没解决的只剩一个问题，就是唐门门长的问题。师弟，你太心急，没听我把话说完。我刚才说的是，在我卸下门长之位后，唐新才成为新门长。现在我还是唐门门长，所以你先别对我大呼小叫的。我知道对我这个门长你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，我自己何尝就满意了？纵观这些年，我知道我自己做了很多错事，有很多不当的行为，也没什么作为，更不要说把唐门发扬光大了。这些我还劝自己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做不到开创，做个守成也罢了。但有一点，我始终劝不了我自己。作为唐门门长，我有个缺陷，我有个大缺陷，我不会担事，所以我决定了，就在今天，我要掌握担事。
唐瑶星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想阻止我？好，别说我不给你机会，唐新师弟。你现在就打死他，那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这混蛋几十年前就该死，早就该死了。当初你给他求情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动手！磨磨唧唧絮叨什么？只要你杀了他，今天一切的疙瘩就都解开了。唐门这艘破旧的大船也会继续依照原来的航线开下去，也许会有点小变化吧，谁知道呢？我来呀！既然你有隐退的心思，由我来掌握。为什么是这个人？为了这么个家伙，你落到这个地步，值吗？哪个地步？我现在是要继承丹氏，荣光的很。呸！你能继承才叫见鬼了！丹氏都快成了你的心魔了。没错，他就是我的心魔。我自成为门长以来所犯的所有恶行，都因为没法放下对他的执念。外门的各位，唐灿、英杰、听风、光海，这些你们的好兄弟、好师长，他们和你们现在看到的内门子弟一样，受我的蛊惑，这些年一直在冢里修习丹氏。也都因继承丹氏失败，已经身故。他们都已经在冢里了，这都是我一手造成的。不对，我们没有受到门长的蛊惑，确实是门长带我们进入冢中，为我们介绍了唐新前辈。但修行丹氏是我们见识过天下奇毒之后自愿的，这其中的危险，门长事前也跟我们说了。怎么没蛊惑？唐瑶，我记得见到英杰失败后的惨状，你曾退缩过。为唐门传续丹氏，向来是咱们内门优先，这是咱内门的荣耀，也是咱内门的责任。强大，咱们内门先强大；要死，咱们内门的人先去死，得有这个觉悟。当时我就是这么说的。不管怎么说，事情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，我这个门长还不掌握丹氏，就说不过去了。师弟，在丹氏上，我确实过于执着，但除去丹氏，张口闭口老唐门的你，又比我强多少呢？而且你性子过于暴烈，唐门需要一场变革，巨大的变革。你我都是旧时代的卫道者，做不到的。那还有分校的那些负责人呢？他们或许在某个领域确实优秀，但做不到承前启后。其实秋山我都考虑过，他性子温和，脑袋又比你我活络，只是过于怕事，没有担当。但这个人不同，不到20岁，掌握了除炼气外唐门所有的手段，最终还继承了丹氏。身为唐门寄以厚望的弟子，却去和全姓掌门拜把子，这又是个行事不拘一格的天才。唐门需要的或许正是这样一个异类，而最重要的，正是因为选择了苟且偷生，他身上背负着巨大的愧疚感。他对不起唐门，他就会全心全意地为唐门着想。知道为什么我坚持让公司和全姓这帮人在这里看咱们内斗吗？是这个人的意思，他要改变唐门，矫枉
必须过正。唐门不需要那么多秘密了。以前没有外人见过丹氏还活着的，今天也有了。以前没有门长命令谁也不能擅入唐州，今天别说门人，全姓都闯进来了。这一幕一幕，别说你看了上头，我自己看了也寒心呢。所以师弟呀，你虽然不是个门长的料，但你刚直坦率，是个很好的监察者。我求你接受这个新门长，然后像看着我一样看着他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他不像我，他在门人当中没有基础，你管起来会比较轻松吧？你是在求我吗？你根本是在逼我！你要是真求我，那你就不要继承丹氏，行不行？我就是在逼你，不光是你，还有这个人。你以为让他出来最大的困难是全兴、公司那些可能会耿耿于怀的人？都不是，是他自己呀。他本想让自己困死在这里，我不这么逼他，他肯当这个门长。不逼自己卸下一切担子，我没这个胆子去挑战丹氏。就那么重要吗？丹氏，当年你我亲眼看见的，丹氏失手过。好，正好这个张楚岚也在，他不是想了解了解吗？我就让他知道知道，在老校区咱们没骗他，只不过有些细节没告诉他。当年的唐门不比现在。大部分机关都没撤，那个张怀义刚穿过老校区，机关就触发了。他知道闯山无望，就想溜，身法也确实快。当时也只有你、我和杨烈门长能跟得上。杨烈门长当时就在他周身布了丹氏，看他当时的反应，似乎察觉到了危险。你我可都亲眼见到，他是开着金光咒撞过丹氏逃走。金光咒被吞噬的千疮百孔，他绝对中了。就这样，这一路追下去，他根本没有发作，直到追出了校区，杨烈门长还不放弃，这才让我们回去守护唐门。这一去，他就再也没回来。但几天后接到过他一个电话，你接的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，不必为他担心，他一定会送唐门一份大礼。现在看。那份大礼说的就是气体源流了。哼，什么气体源流，我是没见过，不知道啥玩意儿。反正夺人家手段这个行径吧，我是觉得不大地道。不过杨烈门长也是为唐门好，这没什么可非议的。我想对你说的是，或许在你我心里，丹氏是至高神圣的，但对这个世界不是，它也会被破掉。你该放下了，咱们一起放下好不好？我答应你，这个人的事我也答应你。你要赎罪，咱们有的是办法。不好，在成为新门长之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看看张怀义的尸体。当时尸体还在华北徐翔手里，为了这件事，我差点和公司董事会翻脸。最终，在他们重新布置现场前，还是让我秘密看了张怀义的尸体。表面上虽然死于一记打在胸口的重击，但小腹处局部的经脉已经能察觉到崩溃的迹象。他中了丹氏，而且起效了。管他什么8奇迹的创造者，管他什么气体源流，丹氏的神话依旧不灭。张楚岚，我知道你最近过得不容易，不过别以为你家那点东西谁都会惦记。我唐门有我唐门的骄傲。师兄，
关海夜残荷戟没跨过的阶段。气修完了，可以练了。再练了。唐心、张望、秋山，还有唐门各位，唐门以后看你们的了。张望前辈，我们是不是回避一下？看着，这是门长的意思。之前你们所做的一切，门长已经跟你们一笔勾销了。但如果要是在这件事上你们违背了他的意志的话，我依然会按照门长的吩咐放你们下山。但从此以后，你们都是整个唐门的敌人，咱们之间不死不休。帮帮我！帮帮我！求求你们啦！张望，张望，求求你！秋山，夏柳青，老子饶了你，帮帮我！关海，帮我！你也要割上我钱，我也会切割。但是能解，用得着这样的代价去继承吗？老头让唐爷痛快击灭你走，啥子方法都可以，你们帮儿他。别侮辱门长，给我看着，不错眼珠的看着。永杰、关海，所有打算继承丹氏的前辈，都是这么过来的，亲眼目睹继承的全过程，包括失败，这也是继承仪式中的一部分。正因为场面令人难以接受，所以丹氏的继承过程一直是秘而不宣的。妙兴门长选择了唐心前辈来完成开放唐门的任务，而他本人选择为唐门做最后一件事，要么成功的继承丹氏，要么就让所有人见证丹氏的完整继承仪式，用自己来为唐门开放这丹氏最后的隐秘。所以，看着，一幕都不要错过的看着。
秋山，你来安排一下吧。钟离不行。唐妙兴在位门长期间，不但毫无建树，更因自己的一意孤行，给唐门带来重大的损失。这几天的所作所为虽非本意，但近乎于背叛唐门。不以唐门的罪人处置，已经是宽大了。唐妙兴没有资格进入唐中。唐心，以上是妙兴师兄的原话。秋山，哼，永远是那么独断。涂军房，你处理我门人身上的3尸要多久时间？如果只是教会他们方法到他们能够自己休息的地步，1天足够。但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我打算给他们看功，直到他们能成功控制为止。笨的1周也学会了。好，就1周。在场的外门弟子护送这些客人到校区，安排一下。你和这些内门的门人呢？这些内门的孩子自然该从这堂中里出去了。至于我嘛，你觉得这种事你还问我？门长，张望前辈，我知道现在不是时候。你和妙行师兄既然达成了这种默契，我不会阻拦你们。至于门长要不要见你们，会跟你们谈些什么，我无权干涉。但这一切等我们